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快速体验呢，就是刚刚发布的魅蓝三星 S6。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魅族发布会的时候他自己说的，就是刚刚发布的这台魅蓝 S6。这台手机呢，其实在前面基本上给曝光都差不多了，各方面的配置或者说硬件方面基本上都跟大家聊过了，尤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是提前可以说给大家开了发布会了但是实际上手呢，还是要有很多的东西给大家检验一下的。比如说这次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它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到底体验怎么样。之前的侧边指纹识别在我印象中我体验过的只有华为的这个7i 那款手机，还有就是这个索法的侧边指纹识别的手机了，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有了。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魅蓝 S6 快速体验马上开始。我们拿到这台机器呢，还是一个蓝色的版本，确实是非常难得因为这次的这个蓝色版本呢，叫什么淡钴蓝大钴蓝，他说是有点淡的蓝色，但是这个机器实际拿起来，这个蓝色可一点都不淡非常的艳这个蓝色。但是这次的这个充电器呢，要着重说一下，你看一下这个体积是比较大的，它是在这个千元机中呢。专门配置的一个18瓦的快充，但是它能不能满额？首先，这18瓦是值得夸奖但是能不能满额充电，一会儿我们会测一下它的一个实际的功率。这个 Micro USB 并没有上 Type C 的，在这个价位段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连这个壳什么的也没有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配置。拿上手，你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它的这个电源键你需要适应一下。刚刚我拿上手，第一响开机的时候，非常自然的就按到了它的这个指纹识别的这一个模块。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权衡取舍，因为必须要保证这个解锁键是第一优先的，然后这个电源键呢是稍微靠上一点的。OK， 现在是侧边指纹的录入环节，咱们来体验一下。15次录入成功，在现在来说是。比较慢的，因为它这个模块做的比较窄。OK， 现在是我们进到了里边。首先，默认的情况下，最瞩目的就是这颗 Home 键了，也就是这个小圆点。它默认的情况下呢是全部存在的，在系统层级的时候，它会一直存在，应该是不可以隐藏的。它可以选择这个 MBAC 还是选择这个安卓原生的标准，但是好像是没有一个把它隐藏掉的一个选项。OK， 咱们来试一下它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到底怎么样。哟，好像还不错，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它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呢是稍稍的向后面有一个倾斜的。从这个侧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指纹识别模块呢，经过我们的验证，还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包括这个解锁速度还有就是手感上呢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小圆点这个小圆点呢，它发布会上给叫的是 Super MBAC， 也就是什么超级 MBAC， 但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屏幕外边呢给移到了屏幕里边，多加了一个左滑这个多任务，然后左右滑动的这么一个功能。这次这个小圆点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支持压力感应。这个在发布会上呢，其实它说的比较少其实我觉得在发布会上可以重点的来强调一下这个功能。比如说咱们经常的这些什么轻触或者说什么向上是返回，还有一个就是重按 Home 键，而且它是有一个线性马达的。虽然这个线性马达这个体验上肯定没有苹果那么好，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1000元机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段呢。这感觉是可以的，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就是这个压力感应和线性马达呢，在目前的很多旗舰机上呢都是没有的。它这个价位段上这个技术呢，确实比较少见。OK， 这 M-Back 呢，后期我们出视频的时候呢，会详细的再跟大家体验。就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全面屏，咱们把目前主流的在1000元这个价位段的手机呢，全部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由于它是5.7寸的啊，它这个尺寸上呢是和红米5是一样的，但是跟这个红米5相比呢，无论是在外观 ID 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屏幕的感觉上呢，这个魅蓝的 S6呢确实要更胜一筹。不过我们这台呢是一个金色版本，可能稍微影响一点品质，但是其实后边呢也能一下就能看出来端倪。由于它整个呢是可以说一个全面屏版的 Pro 6的那个质感呢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跟1000元机这些一比啊，马上它的这个感觉呢就能突出来。但是这一次S6 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短板也好，或者说在这个价位段的一个大妥协也好，那就是它720P 的一个屏幕。这个手机整个目前给我的感觉呢，还有质感上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唯独它是一个720P 的屏幕，一下就把这个手机的档次给拉下来了非常多啊。因为720P 的屏幕在目前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入门或者说低端机的一个代表啊，这个也可能是魅族在上了这么多旗舰该有的技术之后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台手机在定位上呢完全可以稍微定高一点，因为这次它的处理器呢是7872，一会儿跑分呢我们会着重的把它和625和630呢做一个对比，甚至我们会加入这个660，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因为在这个处理器上啊，它也确实是1000元机中的唯一能上 A73 大核的，也是6个核心。但是它这个屏幕为什么要用720呢？我觉得加一个1080P 或者是加个200-300块钱，大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侧边的指纹识别体验也还可以，我确实是想不通啊。另外呢，这个 ID 上还有一个比较怪的点呢，就是它2个 logo。大家可以看到啊，上面呢是一个 I'm Blue 吗？我觉得这个 logo 做的有点大，这个精致感啊并不是那么好。下面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魅族的 logo， 所以说搞不太清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在公众号里面跟大家聊过啊，现在这个魅族和魅蓝呢是分得非常清的啊。之前也跟爆料过，这个魅蓝自己的这个官网都已经要出来了，而且线下的一些渠道来说呢，好像这个魅蓝跟魅族以后的这个销售啊也会分开，分得比较清，可能现在呢只是一个过渡期。有2个 logo， 全面屏的感觉啊，这个还有就是 R 角了，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在小米的这个手机上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荣耀的手机上呢，这个 R 角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它可以说整个内部屏幕呢都是一个直角的，看起来呢确实是不太好看。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720P 的这个观感啊，这个红米5那期视频当中呢也和大家说了，那么乍一看啊，其实这个720P 的这个屏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其实颗粒感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你稍微一仔细看，稍微一拉近一点，这个颗粒感呢就比较明显了。跟这个1080P 的相比呢，肯定是没法比的。这个细节的程度上呢，1080P 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这个小点的。它的 PPI 呢是282，没有上到300，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这次它的一个槽点，也是发布会上大家争议最大的一个槽点，就是它没有4G 内存的版本，全部2个版本啊，一个低配的是3+32，还有一个是3+64，是没有这个4G RAM 的版本，这个是让大家比较遗憾的。这个卡槽上呢是一个普通的雨货卡槽，是可以支持内存扩展的。这个按键的质感上啊，要说一下，我们的这台。这个音量键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松动的，稍微有点松动，但总体还好。这边的这个电源键呢质感是非常棒，按起来非常好按。内存方面的这个3G 的 RAM 啊，它注定是作为主力机来说是非常这个吃力的一款。虽然说它别的体验都还好啊，我觉得可能啊这台机器都是一台试水机，为了它后面魅蓝做这个技术上的积累，感觉都是一些新的技术尝试，然后但是并没有给它一个极致的配置，比如说完全做到大家这个心里想要的那种状态。我觉得720P 这一关呢，还有就是 4G RAM 这一关呢，魅蓝不可能不知道，李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都是一个技术积累的一台机器，可能为它下面的机器呢做一个铺垫，做软件上更多的这个经验。还有就是这个也是
魅族这一边，包括魅蓝啊，第一款这个18:9屏幕的手机，而且也调侃了一下啊，它是全面屏0.1，这个小米呢是全面屏2.0，然后这个努比亚呢是2.1，它是这个0.1，也是做了一个小调侃。前置呢是800万的这个摄像头，后置呢是1600万。这个价位段这个相机啊，大家就不要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期待了。但是一会儿样张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这个拍一下。这个传感器呢用的是三星的一颗sensor。还有再调侃一句，它这个官网上说这个3G 的大内存，现在好像是根本就没有2G 的手机了吧？3G 应该是直接起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它是支持这个全网通的，也是这个三星的第一款全网通的产品。这个真的可以就叫这个三星的 S6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什么技术啊、摄像头啊，还有核心的这些东西啊，基本都是三星给的。发布会上我觉得那个什么三星 S6可能就是故意那么调侃的，也可能不光是为了魅蓝做技术积累，可能为了三星也给它做一些技术积累啊。老规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魅蓝 S6， 这一期的所有先期实拍样张你都可以先睹为快，同样还能参与我们的抽奖，本期将是特别奖品魅蓝的秋裤秋衣啊。OK， 简单上手一下呢，我们总结一下它的这个优缺点啊。首先，这个屏幕和这个内存方面，运行内存方面是一个短板吧，可以说都不太符合它的身份。还有就是全部都是3G 的内存，这个让我实在是有点想不通这2点。强项方面呢，首先就是处理器上，在千元机中的这个处理器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这个压力触控啊，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少的。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这个我们上手的体验来说呢，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就是18瓦的快充，在这个价位段呢，也是比较少的。OK， 这一期的魅蓝 S6呢，就简单的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另外，这一期我们送一个礼物，就是魅族或者说魅蓝啊，这个发布会上非常特别的要发售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一套什么吃鸡的秋衣秋裤啊，这也是第一次在科技的视频中送这个服饰类的这个产品啊，这个我完全没拆呢啊 ，L 码应该是大家都能穿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魅蓝 S6这几个关键字，你不光能得到它的这个实拍的一些样张，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跑分数据，另外也能参与这期抽奖。我们会在1周之后抽取这个小伙伴送出这个魅蓝的秋衣秋裤。OK， 这一期的魅蓝 S6呢，后期呢我们可能也会为它推出这个专门的视频，因为它毕竟呢是魅族2018年可以说整个国产手机啊2018年的第一款手机。OK， 除了我们隔壁在装修，这怎么录啊？它为什么就停了？你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剩最后一句话了，他不让我录了。我的声音加大一点啊，比他这个大过去。OK， 最主，我操，他还跟我较起来较劲了，我靠。OK， 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趣事，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晚巨龙在这等你。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这个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直接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不客观这天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赶紧结束，要不然他又嘟了。